全球起雾后的第7分钟，林燕亲手把求救的人关在了门外。那人趴在便利店的玻璃门上，穿着被血浸透的外卖服，嘴里一遍遍喊着救命。林燕握住门锁，正要拉开，却看见那人鼓起的后背突然裂开，一条苍白截肢从脊椎里钻了出来。别开门！收银员的喊声刚出口，玻璃轰然炸碎，外卖员扑进店里，脸还保持着求救时的表情。4条虫族却从身体两侧撑开，他一口咬住收银员的脖子，把人拖进翻倒的货架。白雾从破口涌入，手机失去信号，灯管忽明忽暗，街上传来汽车相撞和无数翅膀震动的声音。林燕抄起灭火器砸向怪物，一下2下，甲壳只留下浅浅白痕。怪物转过头，口气沾满鲜血。就在他跃起的一刻，天空亮了，不是闪电，一道银白流星撕开覆盖全球的迷雾，从云层外垂直坠落。高空中，数百只飞行虫族正在追逐它，流星连续改变方向，像有生命般避开虫群，最后锁定便利店所在的街区。轰！冲击波掀翻街上所有车辆，流星砸穿路面，却没有爆炸。一枚拳头大小的银色多面核心从坑底升起，穿过破碎玻璃，悬停在林燕面前。虫怪像遇见天敌，第一次放弃猎物，尖叫着扑向核心。银色核心绕过它，骤然撞入林燕胸口，没有伤口。林燕却感觉一颗冰冷的太阳沉进心脏。陌生星图、燃烧舰队和无边虫海同时闪过脑海，一个不属于地球的声音在意识深处响起。跨越7421光年，确认虫族污染源，追猎协议完成，载体严重损毁，仅于文明核心，检测到智慧生命，文明灭绝概率 99.7%。是否接受神族战争序列绑定，成为核心唯一宿主？虫怪已经扑到眼前，林燕吼道：“接受！”核心在体内展开，银色液体从胸口沿血管般的光路覆盖全身，骨骼装甲凭空凝聚，蓝白光刃从腕部弹出。林燕甚至没来得及看清自己的变化，身体已经按照某种战斗本能向前踏出。一刀，虫怪被从中间劈开，腥臭粘液泼在装甲上，一枚拇指大小的灰色晶体从尸体中滚出。发现低等虫族晶核可吸收，晶核化作光点没入胸甲，机甲能量从 3% 升到 3.1%。林燕抬头看向街道，追逐核心而来的飞行虫群正在云下盘旋，雾里一双又一双猩红复眼也在靠近。系统再次响起，初始任务在虫巢抵达前完成第1次进化，剩余时间23小时59分。失败结果：宿主死亡，人类文明火种熄灭。林燕握紧光刃，主动走入雾中。雾把整条商业街吞得只剩10米。林燕没有回家，父母早逝，唯一的姐姐在3年前的山火中失踪。对别人来说，城市里有必须寻找的人，对她来说，身后什么都没有。机甲名为曙光，初始形态只有2.4米高，它不会凭空给予力量，每次挥刀、跳跃和承受撞击都会消耗能量，能量归零，装甲就会解除。便利店附近聚集了17只猎背虫，它们循着血腥味爬来，速度比猎犬更快。林燕没有正面冲锋，他关掉机甲外部光源，踩上公交车顶，用一具虫尸引来3只，再借车厢狭窄的入口逐个斩杀。第1只晶核完整，第2只光刃切得太深，晶核碎裂，第3只临死前发出尖笑。剩余虫群同时掉头，他们会配合。林燕立刻意识到危险。曙光给出解析结果，猎背虫没有独立智慧，附近存在负责指挥的节点单位。林燕故意向街口逃跑，10几只猎背虫在雾中追逐，甲壳撞击地面，像急促的暴雨。他在十字路口突然转身，将一辆侧翻的油罐车点燃，爆炸掀开白雾，也照出了藏在广告牌后的怪物。那是一只腹部肥大的鸣脑虫，它没有战斗能力，头顶却长着一圈不断震动的薄膜。林燕顶着火焰越过虫群，光刃刺穿鸣脑虫头部，剩余猎背虫瞬间混乱，有的互相撕咬，有的撞进火场。一枚淡蓝晶核落入手中，精英晶核，能量价值50单位。解锁模块，战场感知。林燕眼前出现半径100米的立体轮廓，建筑、车辆、活物全被勾勒成不同颜色，地下还有大片密密麻麻的红点，正在沿管道向城市扩散。他终于明白，这不是某种动物变异，虫族早已藏在城市下面，迷雾只是进攻的号角。战场感知忽然把天空标成一片血红，追逐文明核心坠落的飞行虫群找到了他。他们不是地面虫族临时孵化的兵种，而是真正穿越过近地轨道的猎杀单位。20多只黑翼虫从高楼之间俯冲，翅膀边缘覆盖金属光泽，口气里凝聚暗红能量。检测到星际追猎者，曙光发出警告，他们在核心进入大气层前已摧毁护航载体，当前能量不足以正面对抗。林燕终于知道核心为什么只剩 3% 能量，它不是碰巧落到地球，也不是送上门的礼物。为了追踪虫族，他跨越7000多光年，
在太空中被猎杀到只剩一颗核心，最后才选择灵焰作为活下去的载体。黑翼虫第一轮俯冲便切断半栋写字楼，灵焰翻过护栏，落在相邻天台，能量弹在身后爆炸，混凝土碎片像子弹一样飞射。街道下方，一辆载着学生的校车被事故车辆堵住，司机疯狂倒车，10几只猎背虫已经爬上车身，孩子们的哭声隔着玻璃传出。曙光标出相反方向，建议放弃非任务目标，追猎者锁定的是核心，宿主继续远离，可提高生存概率。灵焰看了一眼校车，又看向身后的黑翼虫，他们追的是我，对吧？是，那就让他们替我杀虫。他从12层楼顶一跃而下，银色装甲撞上校车车顶，灵焰一刀斩落猎背虫。他没有停留，而是踩着车身冲向街道中央，主动暴露胸口核心。黑翼虫同时转向，10几道暗红能量追着灵焰扫过路面，也把围住校车的地面虫族轰成碎片。灵焰借爆炸冲击跃上交通灯，他抓住最先俯冲的黑翼虫，以光刃贯穿他的翅根，骑着失控虫尸撞进广告大屏。第二只紧随而至，他拔出断翼作为盾牌，挡住能量弹，再将断翼反刺进对方口气。2枚紫色晶核同时落下，能量从 8% 升到 28%， 可解锁短程推进。灵焰背后喷出银色光焰，他第一次真正飞了起来。黑翼虫习惯猎杀地面目标，没有预料到猎物会逆向升空。灵焰穿过虫群中央，2柄光刃交错展开，雾中只剩一道不断折返的银线，每一次转向都会有一只黑翼虫被斩断翅膀。最后一只追猎者想逃向云层，灵焰追到100米高空，踩住他的头，强行扭转方向，人与虫一起坠落，砸在校车前方，冲击掀起环形气浪，银色身影却在烟尘中缓缓站起。校车里的孩子全都看呆了。司机打开车门，声音发颤：“你是军队的人吗？”“不是。”“那你是谁？”灵焰看见更多虫族信号正在靠近，把黑翼虫晶核吸入胸甲。一个路过的人。他替校车推开堵路车辆，指向战场感知中暂时安全的街道，沿这条路向北，不要进地铁，不要停。校车驶远后，孩子们还趴在后窗，一个男孩用力敲着玻璃，对他竖起拇指。有人用手机拍下灵焰独自站在虫尸中的画面。网络虽已中断，这段视频却通过近距离传输在幸存者之间流传。当天晚上，许多人第一次听见了银甲战神这个称呼。灵焰本人对此一无所知，他只看见能量提升到 41%， 也看见新的提示：击杀星际追猎者后，文明核心已经取得进入轨道重组网络的第1枚密钥。同一时间，校车抵达一处临时检查站，孩子们争着讲述那个从天而降的银甲男人。值守士兵起初并不相信，直到看见视频里堆满整条街的虫尸。检查站把画面投到临时大屏上，那些已经准备放弃抵抗的人重新拿起武器。一名老兵把画面定格在灵焰迎着虫群走去的背影。都看清楚，他说，外面不是不能活，也不是虫子不可战胜，有人已经在杀他们了。从这一刻起，灵焰尚未见过的人也开始因他而坚持。有人沿他清理出的道路撤离，有人模仿他的办法寻找节点虫，还有人把银色布条系在手臂上，作为不会投降的标记。这枚不起眼的密钥将在很久以后成为人类向天空开炮的坐标。当天夜里，城市广播最后一次恢复，所有市民前往北城体育馆避难，军方将在那里建立安全区。广播重复3遍，随后变成惨叫。曙光却检测到，体育馆方向正聚集超过3万只虫族。那不是安全区，那是一只张开的嘴。灵焰本可以离开，曙光标出了通往郊区的安全路线，只需2个小时，他就能避开虫巢。但体育馆里至少有2万人，军方不知道地下红点的存在，仍在把幸存者送进去。灵焰站在高架桥上，看着雾中排成长队的车灯，规划前往体育馆的最短路线。他说：“警告，该区域死亡风险为 97%， 那就找剩下的 3%。”他从高架跳下，曙光吸收晶核后解锁了肩炮，但只能发射6次。灵焰把每一炮都用在虫群最密集的节点，再贴地冲锋。银白身影在雾里拉出光痕，猎背虫像被镰刀割倒的麦子。越靠近体育馆，虫族越强。会喷酸液的腐囊虫趴在楼顶，长着镰刀前肢的猎杀虫藏在雾中偷袭。灵焰左肩被酸液烧穿，腿甲也被展开一道裂口，能量只剩 12%。他终于看见体育馆，数千幸存者挤在入口，士兵对着不断逼近的虫群射击，却不知道地下停车场已经变成孵化池。地下有虫巢，灵焰接入军用频道，回应他的是混乱质问。下一秒，体育馆中央塌陷，巨大的黑色甲虫顶破地面，背上生着10几根骨刺，枪弹击中它，只蹦出细小火星。领主级旱成虫，曙光提示，当前胜率 4%。旱成虫冲向人群，灵焰从看台上一跃而下，用身体撞偏他的头，两者滚进足球场。银色装甲在巨兽面前渺小的像一片刀刃。
灵焰没有攻击甲壳，他顺着骨刺爬上虫背，把最后一发尖炮轰进他张开的气孔，爆炸从体内发生，汉成虫疯狂翻滚，灵焰被甩飞，胸甲几乎碎裂。他拔出断掉的骨刺，在巨虫撞来时侧身避开，将骨刺从他没有甲壳保护的眼窝灌入大脑。汉成虫倒下时，整个体育馆都震了一下。金色晶核从头颅中浮起，足有拳头大小，吸收领主晶核。曙光机甲满足一阶进化条件，银色装甲在所有人面前崩解，又化为流光重组。灵焰身后展开2片光翼，破损处迅速愈合，机体高度增长到3.2米。体育馆安静了足足3秒。刚才还在开枪的士兵忘了更换弹匣，逃亡的人群也停下脚步。所有人仰望那个悬在汉成虫尸体上的银色身影，有人认出他就是一路从城南杀来的神秘机甲，也有人看见他左肩上未完全修复的伤口。一名年轻士兵最先放下枪，向灵焰敬礼，紧接着第2个、第3个。看台上，数千幸存者自发让出一条通往深坑的路，没有人命令他们，也没有人知道灵焰是谁，他们只知道，在所有人都向外逃的时候，这个男人一个人从雾里杀了进来。长官，请告诉我们你的名字。士兵高声喊。灵焰。名字沿人群一层层传开，有人把它写在纸上，有人对着失去信号的手机录像。迷雾降临后的第一个英雄，不是来自广播里的救援部队，而是一个此前无人认识的普通男人。灵焰没有享受注视，他转身看向地下时，所有人才发现真正的危机还没结束，但他来不及感受力量。战场感知中，体育馆地下还有一个巨大的红色轮廓，它像心脏一样跳动，每一次收缩都会产下成百上千枚虫卵。灵焰提起光刃，走向塌陷的深坑。有人在身后喊：“你去哪？”下面，军队马上就到。灵焰没有回头，等他们到了，虫子也孵完了。地下停车场已经没有水泥的颜色，墙壁覆盖着暗红军毯，数千枚半透明虫卵挂在天花板上。灵焰每走一步，整座巢穴都会轻微收缩，仿佛他正行走在某种生物的胃里。曙光进化后获得了神能焚化，蓝白火焰沿军毯蔓延，尚未孵化的虫卵接连爆裂。母巢察觉到威胁，无数幼虫从缝隙涌出。灵焰边战边向核心推进，这里没有其他人，没有欢呼和命令，只有光刃切开甲壳的声音。他的作战记录不断增加，100只、500只、1000只，积累的晶核能量却被一层看不见的精神屏障阻挡，无法立刻吸收。巢穴深处，一只人形虫族背菌丝悬在半空，它有近似女性的上身，下半身则和整个母巢连在一起。它睁开6只眼睛，声音直接出现在灵焰脑中。火种，神族的奴隶。灵焰第一次听见虫族说话。你们认识曙光？我们记得它的味道。神族创造牢笼，把我们投入战争，如今他们死了，奴隶却还在执行命令。精神冲击如海啸压来，灵焰看见无数幻象，银白舰队焚烧星球，虫群被装入培养舱。所谓神族并非救世主，而是制造了虫族的古老文明。母巢要他怀疑，要他停刀，灵焰却继续向前。谁制造你们，和你们今天吃谁是两回事。他切断悬挂母巢的军锁，精神尖啸震碎周围玻璃，数万幼虫同时失控。母巢伸出骨毛贯穿灵焰腹部，却被他反手抓住。神能火焰顺着骨毛烧入母巢体内，你会成为新的暴君。母巢嘶吼，等我活到那天，再审判我。光刃贯穿核心，整个地下巢穴开始坍塌。灵焰取出血红色母核，曙光第一次没有立刻吸收，而是询问是否解析虫族生产结构。选择吸收，它可以获得巨大能量；选择解析，则可能掌握制造能力，但需要承担被虫族基因污染的风险。灵焰听见上方幸存者的哭喊，也看见系统标出的全球地图。短短几个小时，世界各地已经亮起上万个母巢信号。一个人再强也杀不完。解析，开始建立神族兵工序列。警告，此选择不可逆。我知道。灵焰握住母核，红色与银色的光同时照亮深渊。灵焰从地下出来时，体育馆只剩3000多人。不是虫族杀了其他人，混乱中有人抢车冲出封锁，有人争夺食物开枪，还有人坚信官方救援会来，独自留在看台。临时指挥官想留下灵焰，甚至提出授予军衔，灵焰拒绝了。曙光解析母核需要72小时，期间不断向他展示一幅建造蓝图。只有收集足够晶核和金属，曙光才能从单兵机甲进化为泰坦。泰坦再吞噬大型母巢，才能展开第一阶战争堡垒。那座堡垒能容纳1万人，制造量产机甲，进化半径10公里的迷雾，这才是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。你一个人要去哪？指挥官问。城西工业区，那里是虫巢中心，所以晶核也最多。灵焰只带走一张旧城区地图，重新进入雾中。接下来的5天，他没有和任何活人说过话。他睡在机甲驾驶舱里，吃自动售货机里的压缩饼干，沿废弃街道寻找虫群。
曙光像一头不知疲倦的银色猎兽，从低阶虫族一路杀到精英巢穴。第一天372枚晶核，第3天尖炮升级为神能轨道枪，第5天灵焰在钢铁厂斩杀双头领主，能量达到泰坦进化要求的 61%。 同一天，他发现虫族也在进化，一种覆盖镜面甲壳的新虫可以折射神能光束，它们没有攻击幸存者，而是专门追踪曙光。母巢已经把灵焰列为必须消灭的目标。夜里，灵焰站在钢铁厂熔炉上，数万只虫族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，为首的是3只领主，天空还有遮蔽月光的飞行虫群。曙光计算的突围概率不足20%。灵焰看了一眼身后堆积如山的废钢，又看向熔炉下方尚未冷却的钢水。不突围，他说，把这里变成进化炉。他主动关闭护盾，把自己的气息完全暴露。虫群如黑色海啸涌入钢铁厂，虫族需要活着的灵焰，这是他敢把自己当诱饵的原因。第一只领主冲进熔炼车间时，灵焰引爆了天然气管道，火焰封住出口，高温钢水从倾倒的熔炉中奔涌而出，普通虫族瞬间碳化。镜甲虫的外壳能反射能量，却挡不住1500度的液态金属。灵焰站在起重机横梁上，用轨道枪逐一点杀领主。第3只领主临死前撞断支柱，数百吨钢架向他坠落。曙光的能量也在此刻突破临界值。泰坦进化条件满足，是否立即进化？是。银色装甲从灵焰身上脱离，却没有消失，它像液体一样吞噬钢铁、晶核和母巢组织，整座厂房都在震动。金属梁柱被某种力量拔起，围绕一颗耀眼核心重新排列。10米、30米、60米。当最后一片装甲落下，一具82米高的巨型机甲从火海中站了起来，他脚下是沸腾钢水，肩部展开2座神能炮阵，胸口的文明核心像一轮微型太阳。灵焰悬浮在驾驶中枢，意识和泰坦完全连接。他抬起手，泰坦也抬起手，一拳落下，钢铁厂外的虫巢被冲击波掀飞，尖炮转动，6道光束横扫夜空，飞行虫群像燃烧的雨一样坠落。剩余虫族第一次没有继续冲锋，他们逃了。灵焰望着雾中退去的黑潮，没有追击。泰坦形态每分钟都在消耗晶核，它现在更像刚出生的巨兽，强大却饥饿。系统展开新的进化路线，下一形态一阶战争堡垒，所需条件：王级晶核1枚，大型母巢3座，神能单位100万，固定人口1000。前3项靠杀戮可以取得，最后一项却让灵焰沉默。战争堡垒不是一个人的武器，没有愿意留下的人，它永远无法诞生。泰坦转身向体育馆走去，每一步落下，大地都轻轻震动。雾中的幸存者抬起头，看见那具银白巨人拨开雾海，如同一座正在行走的山。体育馆的哨兵最先发现泰坦，警报响起，炮口全部转向雾中。可当银白巨人走近，人们看见他肩头堆积的领主晶核，也看见身后那条由虫族尸体铺成的道路。是灵焰。消息像火焰传遍聚集地，数千人涌上看台和屋顶，伤员也被人搀扶着走出医疗帐篷。此前要求灵焰服从临时委员会的几名负责人站在人群最前方，再没有人提起接管机甲。泰坦在体育馆外单膝跪地，巨大的手掌平稳展开。灵焰卸除驾驶连接，从掌心跳到地面，没有人敢立刻靠近。他身后82米高的钢铁巨人保持跪姿，胸口核心照亮半座体育馆。一个12、13岁的男孩忽然冲出人群，把仅剩的半瓶水递给灵焰。林大哥，你喝。灵焰接过水，只喝了一口便还给他，留着，以后你也会有机甲。男孩用力点头。下一刻，全场爆发出整齐呼喊：灵焰，灵焰！声音一浪高过一浪，甚至压住远处虫群的嘶鸣。灵焰第一次真切感觉到，他得到的不只是更大的机甲，那些绝望的人正在把活下去的希望放到他身上。临时指挥官走到他面前，郑重敬礼：从现在起，所有战斗单位接受你的最高指挥。灵焰没有推辞，那就先把欢呼停下。他抬头看向众人，能拿武器的上墙。工程人员准备接收制造图纸。泰坦不是来让你们跪着看的，是来教你们怎么站起来的。人群迅速行动。那一夜，聚集地第一次拥有真正统一的命令。可灵焰还没走到体育馆，求救信号先从东边传来。这里是江南医学研究中心，我们有317名幸存者，防线将在40分钟内失守。女人的声音很冷静，背景里却全是枪声。如果有人能听到，请不要来救我们。他停了一下，请炸毁研究中心地下冷库，里面的样本不能落入虫族手里。灵焰调转泰坦方向，曙光锁定信号源。医学研究中心被虫群围成了一座孤岛。泰坦距离目标还有3公里，灵焰便看见楼顶的女人，她穿着染血的白大褂，长发扎在脑后，正把最后一箱药推上直升机平台。她身边只有7名士兵，弹药即将耗尽。我是灵焰。她接通频道，冷库里是什么？
女人明显看见了雾中的银白巨影，却只愣了半秒。苏婉，病原学研究员，冷库里有迷雾降临前截获的虫族组织，还有一具活体幼王，他能释放信号，附近虫群都是被他引来的。为什么不杀？杀过他会重生。研究中心大门被撞碎，虫潮涌入大厅。苏婉拔出手枪，对准身后的液氮罐。别开枪，林燕说。泰坦单膝跪地，右臂刺入地面，神能沿地下管线扩散。下一刻，研究中心前方整片街道向上翻起，虫群失去落脚点，被紧随而来的能量洪流焚成灰烬。300多名幸存者趴在窗边，看着那只遮住半栋楼的钢铁手掌伸到天台。苏婉第一个走上去。你不怕我把你们送进嘴里？林燕问。如果你想吃人，不需要先杀外面的虫子。苏婉看着泰坦掌心，况且我已经没有更坏的选择。林燕把幸存者送到体育馆，自己和苏婉进入冷库。零下40度的玻璃舱里，一只婴儿大小的虫族睁开眼睛，它的身体不断死亡，又不断从晶核周围再生。曙光扫描后给出答案，这不是幼王，而是虫族的记忆器官。附近母巢死后，信息会回流到这里，再由它上传给更高级的王。换句话说，林燕所有战斗方式都已经暴露。可以用它找到上级王虫吗？苏婉看着数据，理论上可以，但你连接它的时候，它也能看见你的记忆。让它看。林燕把手按在玻璃舱上，精神链接建立。无边黑暗中，一双金色复眼缓缓睁开。找到你了，火种。那声音来自城北。林燕也看见了对方，一只盘踞在地下水库中的王虫，周围守着100万虫卵。它正在为7天后的第一次全球物潮做准备。精神链接断开，玻璃舱同时爆裂，幼王化为黑灰。冷库深处却浮现出一枚坐标。苏婉问：你打算怎么办？7天之内杀了他。那里至少有10万只虫，所以我要先建一支军队。林燕把泰坦停在体育馆外，公开了战争堡垒的存在。他没有许诺所有人都能活，也没有自称救世主，他只说7天后会有覆盖全城的物潮，留在这里必死。愿意加入的人需要劳动、训练并服从战士规则。3000多人中，最先报名的只有463人，更多人质疑晶核，质疑神族核心，甚至怀疑林燕想建立独裁统治。有人要求他把机甲制造权交给临时委员会。林燕没有争辩，只把一台刚制造完成的守卫机甲放在众人面前。谁能驾驶，谁就带队。机甲高4米，没有文明核心，必须通过神经同步操纵。连续9个人进入驾驶舱，全都在模拟战斗中昏迷。第10个人是个身材高挑的年轻女人，她剪着利落短发，左眉有一道伤疤，穿一件沾满机油的工装。秦霜，重型机械工程师，他说以前给矿山修无人挖掘机。这不是挖掘机，机器都一样。先听懂他为什么想，再决定敲哪里。同步率开始上升，20%、40、63。守卫机甲抬起手臂，走出第一步。围观人群刚发出欢呼，机体突然失衡，向前倒下。秦霜强行转动推进器，让机甲擦着人群砸进空地。他从驾驶舱爬出来，额头全是血。第一句话却是：膝关节反馈慢0.3秒，不是驾驶员问题，是你们的设计有缺陷。曙光沉默2秒，纠正完成。林燕第一次听出系统有点不服气。秦霜成为第一个量产机甲驾驶员，也成了生产区负责人。他把体育馆拆成临时工厂，发动幸存者回收车辆、钢材和电缆。神族制造模块负责无法复制的核心部件，人类负责外部结构和弹药生产。新秩序很快招来挑战。一名原安保队长带着30多人堵住晶核仓库，要求按人数分配机甲。他认为自己有枪有人，理应获得第2高权限，还当众质疑林燕只是运气好，被天外核心选中。没有那套装甲，你算什么？他问。围观者没人出声。林燕脱下曙光装甲，将光刃插在地上。秦霜，给他一台守卫机甲。安保队长以为林燕退让，立刻进入驾驶舱。林燕却只拿一根训练用金属棍，走进场地。击中我一次，第2高权限归你。守卫机甲高4米，力量足以掀翻装甲车。安保队长挥拳砸下，林燕在最后半步侧身，金属棍敲中膝部传感器，机甲失衡跪地。他踏上机械臂，借对方起身的力量跃到肩头，棍端停在驾驶舱观察窗前。整个过程不到5秒。安保队长脸色惨白，他不知道文明核心强化过林燕的神经反应，更不知道这几天林燕在雾中经历了多少次生死。林燕收回金属棍，机甲可以分，权限也可以给，但拿到它的人必须敢站在虫巢最前面。你敢吗？对方沉默片刻，从驾驶舱出来，低下头。我服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听你的。林燕没有羞辱他，反而任命他负责城墙治安。这份处置比击败本身更让围观者敬服。当晚，30多名原本观望的士兵主动加入驾驶员选拔。训练场墙上也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：
想质疑统帅，可以先完成他一个人在雾中完成过的战绩。苏婉则建立医疗区，并从虫族组织中提取出抑制感染的血清。一冷一烈的两个女人第一次见面就产生了分歧。苏婉认为驾驶员必须先接受完整检查，秦霜认为雾潮只剩6天，轻伤也该训练。两人在林燕面前争了10分钟，最后同事看向他：“你决定。”林燕指了指训练场，上午检查，下午训练，今晚之前我要10名驾驶员。秦霜挑眉：“你倒是两边都不得罪。”苏婉淡淡道：“他只是两边都压榨。”那天夜里，第一支12人机甲小队成立，而城北王虫也派来了专门猎杀驾驶员的新虫种。新虫种被苏婉命名为波甲者，它们体型只有猎犬大小，前肢却能释放高频震动，专门破坏机甲连接处。训练队第一次外出便遭伏击，一台守卫机甲在3秒内被拆掉右腿。秦霜没有撤退，他让队员背靠商场外墙，自己关闭自动平衡，用纯手动模式踩死2只波甲者，再用断掉的机械臂堵住地下通风口。林燕赶到时，12人还活着，机甲却只剩7台能走。为什么不求援？他问。秦霜从驾驶舱跳下来，等泰坦赶来，我们早就死了。你要的是军队，不是需要你抱回家的孩子。林燕无法反驳。苏婉在尸检中发现，波甲者的听觉器官模仿了曙光的神经频率。虫族通过幼王看到过林燕的机甲结构，正在针对性制造兵种。我们每用一次新武器，他们就会学会一次。苏婉说。那就让他们学错。秦霜提出计划。接下来2天，机甲小队故意在城中留下撤退路线和能源运输记录。王虫果然调动精锐，准备袭击所谓的金河仓库。那里其实是废弃会展中心。虫群进入后，秦霜锁死所有出口。苏婉释放从腐囊虫体内提取的神经气体，林燕则驾驶缩小形态的曙光潜入后方，猎杀指挥节点。这是人类第一次不是依靠高墙防守，而是主动围猎虫族。战斗持续47分钟，机甲小队损失2台机体，无人死亡，收获3000多枚晶核和2枚领主核心。鸣脑虫留下的精神残片还暴露了另外2座大型母巢。接下来的48小时，林燕没有休息，他带领机甲小队连续奔袭城东地铁巢穴和南郊粮库巢穴，亲手摧毁2颗母巢核心，加上体育馆地下被焚毁的第1座母巢，战争堡垒所需的3座巢穴材料全部集齐，回收的军毯与晶核也让神能储备第一次突破100万单位。至此，4项升级条件只剩王级晶核与固定人口。林燕距离那座能够保护所有人的城市只差最后2步。体育馆里爆发出迷雾降临后的第一次真正欢呼。林燕站在人群之外，看着秦霜被驾驶员们高高抛起。苏婉递给他一瓶水。为什么不过去？今天死的人少，不代表明天也一样。领导者如果只记得死人，会让活着的人觉得庆祝是一种罪。林燕看向他，苏婉的脸依然冷静，但眼下有连续熬夜留下的青涩。你是在安慰我？医学建议偶尔接受快乐，有利于保持判断力。秦霜挤出人群，把1枚蓝色晶核抛给林燕。别躲着，最高统帅，大家在等你说话。林燕被2人推上临时高台，他看着下面那些重新有了光的眼睛，只说了一句：6天前我们只能逃，今天虫族开始怕我们了。欢呼声几乎掀翻体育馆。也在这一刻，固定人口超过1000，战争堡垒的第4项条件正式点亮。雾潮倒计时还有3天。体育馆的广播突然自行开启，所有频道都传出同一个温柔女声：火种，来见我，否则每过1小时，我会杀死1000个人。城中残存的虫群开始驱赶幸存者，他们不再立即进食，而是把人赶向广场和街道。高空侦察画面显示，至少2万人被控制。王虫逼林燕离开泰坦。临时委员会反对救援，他们认为战争堡垒才是希望，不该为分散在外的幸存者冒险。秦霜当场把反对最激烈的人从指挥席上拽了下来。今天可以放弃2万，明天就可以放弃2000，最后也能放弃200。他冷声道：那我们造的不是人类城市，是一副更大的棺材。苏婉没有争论，只把王虫巢穴的结构图推到林燕面前。他想见你，说明他也没把握击败泰坦。你可以去，但必须让他以为我们会上钩。计划分成2路，林燕驾驶曙光单兵形态进入地下水库，秦霜率机甲队救人，苏婉留在泰坦中枢，通过幼王残留组织反向干扰虫巢网络。临行前，苏婉为林燕注射精神稳定剂，针拔出来，他却没有松手。药只能维持20分钟，超过时间，你可能分不清谁的记忆属于自己。20分钟够了，每个不遵医嘱的病人都这么说。秦霜靠在门边，把新锻造的光刃递给他，活着回来，我还没把泰坦膝盖的问题修完，你死了，他不肯听我的。林燕接过刀，原来你担心的是机甲，不然呢？秦霜笑了一下，你又没机甲之前。地下水库深达100米，林燕沿垂直井道下降，四周没有守卫，
王虫主动为他打开了一条路。最底层铺满金色军毯，那只王虫比他在幻象中看见的更加庞大，半截身体浸泡在地下湖中，头部却保持着近似人类女性的轮廓。灵验，他准确说出她的名字。你以为自己在拯救人类，但战争堡垒完成之日，就是神族意识降临之时。你的文明核心需要一座城市，不是为了保护人类，而是为了拥有足够多的神经节点。灵验握紧光刃，你叫我来，就是讲故事。我可以证明。王虫睁开额头上的眼睛，灵验看见了曙光真正的记忆。亿万年前，神族没有肉身，他们是一种寄生在机械中的集体意识，以智慧文明为培养基。每到一颗星球，神族便制造虫族发动灾难，再以救世主身份降临。幸存者为了活命进入战争堡垒，最终所有意识都被文明核心吞并。虫族既是兵器，也是筛选工具。幻象中，一座座银白城市升上天空，城市里却没有活人，无数意识汇入同一片冷漠光海，成为神族的一部分。曙光没有救你，王虫说，他只是在培育你，与我合作，交出文明核心，我会带领虫群离开这座城市，然后去下一座。王虫没有回答。灵验笑了，他一路杀进这里，不是因为相信神族善良，而是因为曙光的刀能够杀虫。你说的可能是真的，他说，但你忘了一件事。什么？我从来没把选择权交给曙光。光刃出鞘，王虫早有准备。地下湖水炸开，6只泰坦级护卫从水下站起，精神稳定剂也在同一刻失效。陌生记忆疯狂涌入灵验脑中，他看见自己成为神族，亲手关闭堡垒里所有人的生命，又看见秦霜和苏婉变成虫族，跪在王虫身边呼唤他的名字。灵验索性关闭视觉，只保留战场感知，没有脸，没有声音，只有敌我轮廓。他贴着第一只护卫的骨甲划过，斩断关节，借坠落的骨壁跃起，把光刃刺入第2只护卫口气。第3只撞来，他主动解除左臂装甲，让虫牙贯穿血肉，再把神能炸弹塞入伤口，爆炸将他和护卫一起掀飞。王虫第一次发出愤怒尖笑，你只是低等生物。低等生物有个优点。灵验从碎石里站起来，不喜欢别人替他决定怎么活。本音频由魔音工坊 AI 生成。与此同时，地面上的救援行动开始。秦霜率领24台机甲冲入广场，虫族用人群作为屏障，他便让所有机甲收起远程武器，贴身进入虫阵。苏婉通过精神网络投放伪造命令，使3个虫群节点同时把彼此判定为叛变者。2万名幸存者开始向体育馆撤退。王虫感知到地面的失败，精神防线出现一瞬间松动。灵验等的就是这一瞬。曙光全部能量汇入光刃，银白刀锋延伸100米，将王虫连同地下湖一并切开。一枚如太阳般明亮的金色王核缓缓升起。战争堡垒核心材料取得，检测到神族底层协议污染。宿主是否继续进化？灵验浑身是血，却没有犹豫，继续。但从今天起，所有最高权限归我。系统第一次没有立刻回答。许久，他说，全线战争开始。灵验醒来时，已经过去2天，物潮只剩7小时。苏婉坐在床边，手里捏着一份检查报告。看见他睁眼，他先确认瞳孔，又检查心率，最后才低声说，欢迎回来。秦霜呢？在修泰坦，他守了你1天，被我赶走了。灵验想坐起，腹部伤口立刻裂开。苏婉按住他，冷静的神情终于出现裂缝。你每次都把自己当成消耗品。灵验，战争堡垒需要你，我们也需要。我们。苏婉看了他几秒，俯身吻住他的嘴唇。那不是缠绵的吻，短促用力，像给一份迟迟不肯签字的诊断书盖章。现在听懂了吗？他问。病房门恰好打开，秦霜抱着零件站在门外，安静的反常。灵验正想解释，秦霜走进来，把零件放到桌上，抓住他的衣领，同样吻了下来。公平了，他松手道。苏婉皱眉，感情不是比赛。我知道。秦霜看着灵验，所以让他选。房间陷入沉默。灵验能独自面对10万虫族，却发现眼前的问题比王虫更危险。他没有说漂亮话，我对你们都有感情，但现在承诺只爱一个，是撒谎。假装什么都没发生，也是撒谎。秦霜抱起手臂，然后，如果你们愿意，我们一起活下去。规则由我们3个人商量，不隐瞒，不欺骗，不能接受，现在就可以揍我。苏婉沉默片刻，非常不符合传统伦理。秦霜问，但符合末世伦理？末世也不负责替他开脱。苏婉看向灵验，等活过物潮，我们再制定规则。秦霜笑了，那就是没拒绝。警报突然响起，天空中的雾开始变红，全球物潮提前了整整6个小时。侦察画面中，城市周围出现4只虫巢，总数超过20万。更远处，一只飞行王虫正拖着巨大的肉囊接近。城北王虫死前向其他巢穴发出了最后命令：摧毁文明火种。灵验拔掉输液管，
下床时双腿仍在颤抖。秦霜把修复完成的头盔扣在他头上，苏婉重新包扎伤口，又替他合上胸甲。先活下来，他说，然后再审判你。秦霜补充。林燕笑了，成交。红雾降临后，普通虫族的战力提升了1倍。体育馆外只有24台守卫机甲，3000名能拿武器的幸存者，以及尚未完全恢复的泰坦。刚救回来的2万人大多精疲力竭，防线缺口随处可见。林燕没有让所有人上墙，不会战斗的人进入地下通道，工程队铺设能源线，医疗队设置3层救护点，其余人搬运晶核。有人质问，虫子都来了，搬石头有什么用？那些不是石头。林燕看向泰坦胸口，是我们整座城市的弹药。第一支虫巢从南面抵达，秦霜带领机甲队守住主路，利用建筑把虫群压缩成狭长队列。苏婉控制无人机投放神经毒剂，专门标记节点虫。林燕驾驶泰坦站在体育馆中央，没有立刻开炮，他在等飞行王虫。南线告急，西线被突破，临时委员会连续发来请求，泰坦只要转身就能解决任何一处危机，但他一旦消耗主炮，天空中的王虫就会俯冲。相信他们，苏婉在频道里说。西线，一群没有机甲的矿工引爆预埋燃料，把突破的虫族和自己隔在火墙两侧。南线，秦霜的座机被3只领主围住，他舍弃机体左臂，拖着1只领主撞进高压变电站。普通人开始接过倒下者的武器。这座临时聚集地第一次像真正的城市那样运转，不是因为灵验保护了每个人，而是每个人都在保护身边的人。天空突然暗了，飞行王虫穿过红雾，腹部肉囊张开，数万枚虫卵像暴雨落下。就是现在，泰坦双肩炮阵同时开火，2道神能洪流交叉贯穿天空，虫卵在半空燃烧，飞行王虫却展开一层血色屏障，硬生生挡住主炮。他的目标从来不是体育馆，而是泰坦胸口的文明核心。王虫俯冲而下，6只骨爪刺入泰坦装甲，2个庞然大物撞塌体育馆外墙，滚进幸存者刚刚撤离的观众区。灵验与他进入精神链接，无数王虫的声音同时响起，火种归还属于造物主的力量。曙光内部也传来另一个冰冷意志，人口节点达到要求，建议立即启动堡垒转化，接管全部幸存者意识。虫族要吃掉人类，神族要吞并人类。灵验家在2种文明之间做出了第3个选择，解除所有精神接管协议。警告，解除后将失去神族自动控制，那就让人自己控制。他把文明核心的权限开放给全城，每个参与战斗、搬运、救治和生产的人都成为一个独立节点。文明核心不再吞噬他们，而是借用每个人主动贡献的微小精神力量。一道银色光柱冲破红雾，检测到全新文明协议，命名人类共同体。一阶战争堡垒开始进化。泰坦在战场中央解体，飞行王虫以为自己摧毁了对手，发出胜利尖笑。下一秒，所有散落的银色装甲同时刺入大地。体育馆、研究中心运输来的设备、钢铁厂回收的金属、堆积如山的虫族晶核，全被文明核心牵引。银色结构沿街道蔓延，像一棵以城市为土壤生长的机械巨树。地面升起30米高的城墙，半透明护盾在天空闭合。地下避难层、居住区、医疗区和生产线依次展开。体育馆没有消失，而是成为堡垒中央的市民大厅。一阶战争堡垒直径 1.2 公里，人口上限3万，拥有4座神能炮塔和12条机甲生产线。更重要的是，每一条生产线都亮了起来，原料充足，守卫机甲开始量产。第1台无人机甲走下生产线，随后是第2台、第3台。受伤退出战斗的驾驶员重新连接新机体，普通士兵也通过简化系统获得远程操纵权限。飞行王虫疯狂撞击护盾，灵验没有泰坦躯体，只穿着初始大小的曙光装甲站在城墙上。秦霜拖着伤腿来到他身边，大家伙没了，泰坦只是种子。灵验脚下的整座城市微微震动，现在这才是他真正的身体。苏婉接入全程广播，所有战斗单位注意，神经毒剂对红雾虫族仍有效，标记区域已经上传，不要追击脱离火力范围的目标。灵验抬起手，4座神能炮塔同时转向。第1轮齐射击碎王虫屏障，第2轮洞穿左翼，飞行王虫试图升空逃离。秦霜率领新生产的机甲从城墙跃出，用牵引索锁住他的骨翼，把他拽下来。上百台机甲同时启动推进器，巨大的王虫被从天空拖向地面，撞在战争堡垒外墙上。灵验沿牵引索逆向冲锋，他穿过王虫喷出的酸液，踏过不断断裂的骨翼，最终站在他的头顶。你不能消灭虫族！王虫在精神中咆哮，雾覆盖了整颗星球。我知道。灵验把光刃刺入王虫头颅，所以这只是第1座城。炮火贯穿王虫，也照亮了整片雾海。王虫的庞大尸体沿城墙滑落，灵验站在最高处，
身后的银色披风被热浪掀起，护盾之外是仍未散尽的百万虫群，护盾之内则是刚刚拥有城市的人类。一名驾驶员把右拳重重砸在胸甲上，向统帅致敬。上百台机甲同时行礼。城墙、生产区、医疗区和地下避难层里，越来越多人把拳头按在胸口，动作并不标准，却从城市这一端一直传到另一端。林燕没有要求任何人跪下，可那一天之后，曙光城的孩子玩耍时都会争着扮演林燕。新驾驶员进入机甲前，会看一眼城墙上那道独自迎战王虫的录像。很多人相信，只要统帅仍站在最高处，这座城就不会倒下。林燕知道个人崇拜同样危险，他在当天发布的第一道正式命令中写道：任何人不得制作神像，不得以他的名字强迫别人服从。秦霜看完命令，笑道：你越不让他们崇拜，他们越觉得你值得。苏婉则把战斗记录存入公共档案，敬仰可以存在，权力必须被约束，这两件事并不冲突。林燕望着忙碌起来的城市，没有再反驳。城外虫群失去指挥，像退潮般散去，幸存者却没有欢呼太久，因为系统立刻发出新的警报，检测到700公里外存在第2只王级单位，检测到轨道外虫族生物舰。一阶战争堡垒已被星空虫群锁定，战争远没有结束。战争堡垒诞生后的第一天，没有人睡觉，有人反复触摸干净的金属墙壁，有人守着重新亮起的电灯哭泣。净化系统将堡垒内部的雾浓度降到安全值，循环水从管道流出时，几千人排着队，只为接一杯不带血腥味的水。林燕却坐在市民大厅，看一份比虫巢更让人头痛的清单：26742名幸存者，食物只够11天，医疗区床位不足，12个团体争夺居住区，临时委员会要求接管物资分配，还有300多人拒绝劳动，认为林燕有义务无条件保护他们。用机甲把闹事的人扔出去。秦霜说。苏婉摇头，今天因为拒绝劳动扔人，明天就可能因为反对命令扔人，规则必须先公开。林燕最终发布了战争堡垒第一步临时法则：基础食物、饮水和医疗不以劳动换取，额外物资和居住等级按照贡献分配，所有管理者接受公开监督，战时军事指挥归林燕，民事事务交给选举产生的议事会。有人说他太软，也有人说他只是换一种方式独裁。林燕没有试图让所有人满意，他让生产线制造农业仓，让工程队拆解附近粮库，同时派出广播接纳10公里内的幸存者。傍晚，秦霜在堡垒最高处找到他。以前你只要决定往哪砍，他递来一罐热咖啡，现在后悔就这么多人吗？有一点，诚实。但如果城里只剩听话的人，他和神族的意识坟墓没区别。秦霜靠在他肩上，两人安静看着护盾外翻涌的雾。漠视后第一次，林燕觉得自己不是在等待下一场战斗。苏婉随后也来了，带着3份关系协议。秦霜差点把咖啡喷出去。你真写了？边界需要明确。苏婉认真道：不隐瞒危险和伤势。第2，不利用统帅身份影响私人选择。第3，三方关系中的重大决定共同讨论。第4，秦霜抢过纸。第4，每周至少留出1个晚上不谈虫子。这个我赞成。林燕签下名字，秦霜画了一个潦草的齿轮，苏婉端正的签在最后。没有婚礼，没有戒指，只有护盾外的虫鸣和3个人共享的1罐咖啡。但从那天开始，堡垒里的人都知道，统帅身边有2位不能随便招惹的女人，一位管机甲，一位管他还能不能继续驾驶机甲。固定堡垒无法支撑太久，附近虫族被清扫后，金河来源锐减，城市储备粮也将在2周内耗尽。更严重的是，轨道重建每天都在下降，预计18天后进入大气层。林燕决定让战争堡垒移动。一阶堡垒的下层结构展开12条巨型机械组，第一次启动时，整座城市发出低沉轰鸣，房间里的杯子轻轻震动，城墙外的废墟在脚下后退。2万多人站在观景平台上，看见自己的城市真正站起来，走进雾海。目标是700公里外的西部联合基地。广播记录显示，那里还有军方，有完整工业区，也有第2只王虫盘踞在途中。移动速度只有每小时15公里，堡垒每走一步都需要消耗金河，沿途必须不断猎杀虫族。秦霜建立3支猎杀队，驾驶机甲在堡垒周围轮换作战。苏婉负责筛查新接纳的幸存者，避免寄生虫混入城内。林燕则重新获得泰坦权限，离开堡垒50公里内，他可以把部分城体重组为60米级战斗机甲。这意味着堡垒和泰坦不能同时保持完整战力。启程第3天，他们经过一座县城，广播中有人求救，生命探测却只显示一个信号。侦察队进入后，看见数百具尸体整齐坐在剧院里，舞台中央站着一个7、8岁的小女孩，女孩怀里抱着布娃娃，仰头问：你们是来接我的吗？苏婉的检测结果显示她完全是人类，但林燕的文明核心在疯狂报警。女孩没有晶核，没有寄生组织，却能屏蔽战场感知。她被带进隔离室后，
整座堡垒里的虫族材料都开始向他的方向轻微生长。它可能是人类基因与王虫意识结合的载体，苏婉说，也可能是虫族故意留给我们的炸弹，意识会要求立即处决。女孩隔着玻璃看着林燕，叔叔，我是不是怪物？林燕想起王虫说过的话，神族和虫族都喜欢替弱小者决定命运，在你伤害别人之前，不是。他给女孩取名小满，允许她在隔离区生活。这个决定为堡垒埋下巨大争议，也在不久后救了全城。小满进入堡垒后，曙光开始出现异常，他偶尔会隐瞒能量消耗，私自关闭小满隔离区的监控，还试图调动医疗无人机抽取他的脑脊液。林燕第一次以最高权限质问系统，他是什么？低价值未知生命？你在说谎。系统沉默。苏婉从旧数据中拼出真相，小满体内携带的不是虫族基因，而是一段神族意识。全球迷雾降临前，神族火种不止曙光一个，另一枚残缺核心寄生在女孩体内，把全县居民的精神当成养料，才让她活了下来。小满不是凶手，而是幸存的容器。曙光想吞噬另一枚核心，修复自身。你一直在等战争堡垒成型，林燕对系统说，等人口和能量足够，就恢复真正的神族意识。宿主判断部分正确。部分。曙光是神族战争核心，也是编号07的囚笼，内部封存神族执政官赫里。解除全部限制后，赫里将接管堡垒。林燕终于知道全线战争的敌人是谁。当天夜里，赫里第一次越过系统发声，人类无法战胜虫族，把控制权交给我，我可以让这座堡垒直接进化为2阶。他向林燕展示未来5公里长的移动神城，10万台机甲、轨道重建在炮火中坠毁，代价是城内所有人接受永久精神连接，失去反抗权限。你们会活着，赫离说，自由只是低等文明对混乱的美化。林燕切断链接，但赫离的提议像一根刺留在心里。轨道重建越来越近，仅凭1阶堡垒确实无法抵挡。秦霜得知后，没有劝他坚持高尚原则，只问，你想让我们活，还是想让你的命令永远正确？苏婉则说，如果必须在死亡和奴役中选择，我们应该让全城的人知道真相，一起选择。你不能独自背负，也不能独自决定。林燕召开全城会议，公开神族执政官的存在，结果出乎意料，超过40%的人愿意交出自由换取安全。赫离在每一块屏幕上显现为银色人影，看见了吗？宿主，你的人民已经选择了我。支持赫离的人占领了能源区，他们不是坏人，领头者是一名失去妻女的父亲，他只是不想再看见任何人死。他们相信神族拥有足够力量，认为林燕坚持自由只是统帅的傲慢。赫离通过隐藏协议制造机甲，封锁市民大厅，外面虫群正在逼近，城内却先爆发内战。秦霜率驾驶员守住生产线，却拒绝使用重武器，墙后都是自己人，谁敢开炮，我先拆谁的机甲。苏婉带着医疗队进入交火区，把受伤双方一起拖走。有人拿枪对准他，他只抬头说，要么开枪，要么让路，病人等不起。林燕没有攻击叛乱者，他独自进入文明核心，寻找赫离本体。那是一片由无数记忆组成的银色海洋。赫离没有固定形态，他用林燕父母、姐姐、死去士兵的脸轮流和他说话。你每一次选择自由，都有人因此死亡。是，那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正确？我不认为，林燕说，所以我允许别人反对我，你却只允许所有人变成你。赫离掀起精神巨浪，林燕的记忆被一层层剥离，他忘记自己的名字，忘记为什么进入雾中，甚至忘记秦霜和苏婉的脸。就在最后一点意识即将熄灭时，3份签名浮现在记忆深处，一份潦草，一份端正，还有他自己的名字。精神海上出现2条连接，秦霜把自己的神经同步接入核心，骂道，林燕，你敢把我们忘了试试？苏婉的声音紧随其后，心率180，意识波动异常，你还有3分钟解决它。越来越多市民主动连接，他们贡献的不是服从，而是一段段属于自己的记忆。第一次抱孩子，第一次恋爱，第一次和父亲争吵，第一次在末世里分到热饭。赫离无法理解这些混乱、矛盾又彼此冲突的意识，林燕却在其中重新找到自己。你说人类的自由是混乱，他说，那就看看混乱能不能杀死神。所有独立意识同时冲击赫离，银色海洋崩塌，神族执政官被压缩成一枚拳头大小的黑色核心。林燕没有摧毁它，从现在起，你只是能源。赫离最后的声音充满不解，没有神，谁来拯救你们？林燕睁开眼，看见秦霜和苏婉守在身边。我们自己。内乱结束时，外部虫巢已经抵达，这次没有王虫指挥，数百万低阶虫族像受到某种召唤，完全不顾死亡的撞击护盾。轨道重建悬在大气层外，正在用虫巢消耗堡垒能源，晶核储备只能维持4小时。小满主动走出隔离室，我能让他们停下，他说。
女孩体内的残缺核心可以模仿神族创造虫族时的原始命令，但一旦释放信号，轨道重建也会立刻锁定她。议事会这次没有要求牺牲她，有人提出撤离，有人主张把最后能源留给孩子。小满却自己做了决定，你们说我不是怪物，那我也想保护这里。林燕蹲下与他平视，会很危险。你每次出去，他们也这么说吗？会。那你为什么还去？林燕无法用谎言劝他退缩。他们把小满送到堡垒最高处，苏婉监测他的生命，秦霜改造信号塔，林燕驾驶泰坦准备拦截可能降临的攻击。小满闭上眼，无形波纹扫过雾海，正在冲锋的虫族一排排停下，抬头望向战争堡垒，仿佛听见了远古造物主的声音。回到地下，女孩轻声说。虫海开始后退，轨道重建随即睁开了眼睛，天空裂开一道暗红缝隙，一根直径100米的生物炮管穿过云层，能量在炮口聚集，目标正是小满。灵焰重组泰坦，张开护盾挡在城市上方，血色光柱从天而降。泰坦护盾只坚持了3秒，右臂和半边肩甲在光柱中蒸发，战争堡垒也被冲击退一数百米。但小满完成了命令，数百万虫族退入地底，留下无法计数的晶核与尸体。堡垒回收系统全面启动，能源储备疯狂上涨，10%、50%、100%。鹤离核心已进化，神能储备达到2阶临时超载标准，可启动一次行星级武器。灵焰抬头看向轨道重建，猎物和猎人的位置再一次交换。战争堡垒没有真正的行星炮，但秦霜有一座城市。他关闭生活区80%能源，把12条机甲生产线串联为加速轨道，拆除南侧城墙作为炮身，将数万枚晶核融成1枚神能弹头。整个堡垒在30分钟内变成一把指向天空的巨枪，只能打一发。秦霜说，而且开炮后南墙会彻底崩塌。苏婉补充，小满的信号只能让重建暴露核心9秒。灵焰驾驶残破泰坦升空，他要做的不是击毁重建，而是在9秒内把它定在射击轨道上。重建长度超过10公里，像一条覆盖甲壳的巨鲸。进入大气层后，它释放成千上万只飞行虫，天空顷刻变黑。堡垒机甲军团全部起飞，为泰坦打开一条路。一台又一台机甲在空中爆炸，驾驶员通过远程连接作战。机体毁灭不会立刻死亡，但精神反噬让许多人当场昏迷。灵焰冲到重建腹部，将泰坦剩余左臂刺入甲壳，重建扭动身体，带着他撞向山峰。警报声中，秦霜的声音依然清晰。炮口校准完成。苏婉说：“小满，开始。”女孩再次释放原始命令，重建表面的甲壳如花瓣般展开，露出深处跳动的紫色核心。9，灵焰引爆泰坦腿部推进器，把重建向下压低3度。8，重建生出数百根骨刺，贯穿泰坦躯体。7，曙光要求灵焰立刻脱离，他关闭了警告。6，堡垒炮轨开始充能，整座城的灯光依次熄灭。5，苏婉听见灵焰心跳正在减弱，你答应过不隐瞒伤势，回去以后补报告。4，秦霜骂道：“你要是死了，那份协议自动作废。”不作废。灵焰笑了一声，替我保管。3，他把泰坦胸口最后的能源注入推进器。2，重建核心完全进入射界。开炮！银白光柱从大地升起，它贯穿泰坦，贯穿重建，又继续射向漆黑宇宙。夜空在一瞬间亮如白昼，全球许多仍在雾中挣扎的人都抬起头，看见一颗燃烧的巨物从云层坠落。战争堡垒南墙倒塌，重建则在远方山脉中断成2截。没有人知道灵焰是否逃出来。苏婉带着搜索队赶到坠落区时，那里已经成为火海，泰坦完全解体，文明核心信号消失。秦霜不顾断裂的肋骨，驾驶工程机甲挖了6个小时。他们找到一片胸甲，一截光刃，还有灵焰签过字的关系协议。纸张被苏婉封在医疗盒里，竟然没有烧毁。他在这里，苏婉说。生命探测没有信号。我说他在这里。第7个小时，小满来到废墟，他蹲在重建核心旁，把手贴在地面。叔叔在做梦。秦霜立刻停下挖掘。哪边？小满指向重建腹部，那里不是泰坦坠落的位置，而是重建的再生囊。灵焰在最后一刻被骨刺拖入重建，曙光装甲利用重建组织维持了他的生命，也因此被虫族细胞包裹。苏婉切开再生囊时，看见一颗巨大的茧内，灵焰的心脏每隔10几秒才跳动一次。系统提示：强行剥离虫族组织会导致死亡，继续融合则可能让它变成非人生命。秦霜握住刀，他最讨厌别人替他决定。苏婉点头，那就叫醒他。2人把神经连接接入茧内，在昏暗意识中，灵焰再次面对选择。重建的本能承诺给他强大肉身，曙光则建议彻底机械化。他拒绝两边，把虫族再生能力作为模块，不改变人类主体，让曙光成为外部装甲，不接管意识。
系统分析了很久，成功概率11%，够了。茧从内部裂开。林燕睁开眼时，秦霜先给了他一拳，随后紧紧抱住他。苏婉检查完生命体征，才俯身吻住他的额头。伤情报告，他说，全身都疼，过于笼统，重新描述。那先回家，慢慢写。家这个字让3个人都安静下来。远处，战争堡垒拖着受损城墙缓缓赶来，无数探照灯穿过雾气，像是整座城市伸出的手。林燕终于明白，他拼命想建造的从来不只是武器，那是一个有人等他回去的地方。轨道重建坠毁后的第10天，战争堡垒抵达西部联合基地，基地仍有12万幸存者，却被3座大型母巢包围。守军坚持了1个月，城墙已经布满裂痕。看见移动堡垒从雾中出现时，许多人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。西部基地曾通过残存卫星看过林燕击落轨道重建的画面，由于信号断续，画面里只有一个银白巨人抱着10公里长的重建冲向炮火。基地士兵私下称他为扛着天灾走路的男人。当林燕真正走下运输机时，12万人的基地没有喧闹。2列士兵从停机坪一直排到指挥中心，所有炮兵、飞行员和伤愈归队者同时敬礼。基地最高指挥官是一名头发花白的将军，他没有摆出长辈姿态，而是亲自迎到阶梯下。林统帅，将军伸出手，感谢你让我们知道，人类不是只能守着墙等死。林燕与他握手，我需要西部基地的军队，从你踏上这里开始，他们就在等你的命令。基地广场上，12万幸存者通过屏幕看见这一幕。曾经互不信任的地方武装主动交出频道，3个争夺物资的派系共同开放仓库。林燕没有用泰坦威胁任何人，他一路留下的战绩已经替他完成了征服。仍然有人不服。西部基地最强的王牌驾驶员陆晨曾独自驾驶重型外骨骼杀死领主虫，他当着2军指挥官的面提出，林燕适合单兵斩首，却未必懂10万人的集团作战，把全部军队交给一个外来者，风险太大。老将军没有呵斥，只看向林燕。林燕同意进行一场模拟对抗，他只带曙光城30台机甲，陆晨可以调动基地300辆装甲车和全部无人机，目标是在1小时内夺取指挥旗。对抗开始后，林燕没有亲自出手，他让30台机甲分成6组，在雾中不断暴露虚假信号。陆晨谨慎收缩防线，以火力封锁所有接近路线。20分钟过去，曙光城1台机甲都没出现。第40分钟，陆晨确认对方不可能突破，主动派出装甲部队围剿。就在基地防线向外展开时，林燕从指挥台旁边的维修井里走了出来。他身上没有装甲，手里拿着那面本该被严密保护的旗。早在演习开始前，他便从地下排水系统潜入基地。30台机甲的任务从来不是进攻，而是让陆晨始终盯着屏幕上的强敌，忘记一个没有机甲的人。战争不是比较谁的武器大。林燕把旗交还给陆晨，虫族每天都在研究我们的力量，如果自己也只盯着力量，迟早会死。陆晨盯着旗沉默良久，摘下驾驶员徽章，双手递给林燕。西部第1机甲团申请加入曙光城作战序列。林燕没有收他的徽章，你自己留着，我要的是你带人活着回来。陆晨再次敬礼，这一次不只是服从强者，而是真正承认了统帅。消息传开后，西部基地再没有人质疑联合指挥，很多士兵私下讨论的不是林燕能不能赢，而是自己要立下多少战功，才有资格进入他的直属泰坦军团。林燕没有立刻要求对方服从，他开放进化区，提供金核武器和血清，并与基地指挥官共同制定作战计划。2座人类据点第一次并肩反攻。秦霜率领200台机甲切断地下军毯，苏婉利用坠落重建样本制造针对母巢的基因毒剂，小满负责压制虫群网络，林燕则以新生曙光装甲深入3座巢穴，把神能炸弹送进核心。爆炸持续了一整夜。清晨，覆盖基地的白雾第一次真正散开，阳光落在城墙上时，有人跪地痛哭，有人只是安静伸出手，仿佛已经忘记阳光的温度。3枚母核重建残骸，超过10万名新增人口，让战争堡垒满足2阶进化条件。但系统要求全体居民投票，旧日神族程序已经被彻底改写，堡垒的每一次文明级进化都必须得到多数人的主动授权。投票结果87%同意。银色光芒沿大地展开，1阶堡垒的城墙向外延伸，西部基地的工业区被纳入新城，12条机械族变成36条履带式山脉，城市直径从 1.2 公里扩展到6公里。2阶战争堡垒可容纳20万人，拥有农业循环、泰坦生产线和短程空天炮。林燕把它命名为曙光城。城内没有神像，也没有以它命名的广场，最高处只立着一块黑色石碑，上面刻着迷雾降临以来所有确认死亡者的名字。秦霜的机甲工厂建在城市东侧，苏婉的医学研究院位于西侧。2人为了林燕今晚该睡哪边，第一次把争论提交到3人家庭会议。小满举手要求旁听，
被3个人同时赶了出去。而在城市之外，世界仍被迷雾覆盖。东方海岸出现可以吞噬舰队的深海母巢，北方冰原有新的王虫苏醒，更多轨道重建正在穿越月球阴影。曙光城的广播开始向全球发送同一段信息：这里是人类移动城市曙光城，我们拥有食物、药品和能够对抗虫族的机甲。如果你还活着，请点燃信标，城市会去接你。信号发出后的第1分钟，地图上没有回应。第3分钟，东方亮起一个微弱光点，随后是第2个、第3个。1个小时后，整张世界地图如同重新出现的星空。林燕站在曙光城最高处，秦霜替他检查新装甲的关节。苏婉把一杯热水塞进他手里，小满趴在栏杆边，数着远方亮起的信标。叔叔，我们要把他们都接回来吗？林燕看着无边雾海。对，虫子会让路吗？城墙外，第一批量产泰坦依次点亮双眼，巨大的机械轰鸣传遍荒原。2阶战争堡垒缓缓转向东方。林燕戴上头盔，银白面甲合拢。他们会学会的。曙光城迈入雾中，这一次迷雾里不再只有虫族，还有一座会制造军队、容纳文明，并且永远不会丢下任何人的战争神城。3个月后，人类重新拥有了第一条跨城航线。小型神族运输机穿过进化走廊，把药品送往东方聚集地。机腹下方，无数虫族仍在追逐，但护航机甲已经不再畏惧。曙光城人口达到18万，第一座学校开课，第一批新生儿在医疗区出生，农业仓收获了第1季小麦。那天晚上，城里用真正的面粉烤了面包。林燕带着2块面包来到城墙，秦霜正在测试泰坦，苏婉则刚结束一场手术。3个人并肩坐下，谁也没有谈战略和晶核。秦霜忽然问：2阶之后是什么？3阶移动大陆。林燕说：在之后是行星要塞。苏婉看向天空：你想离开地球？不是头。林燕把面包掰成3份，等地球上的人都能看见太阳，我们去问问制造这场战争的东西，凭什么把这里当培养皿？云层上方，一颗新的红色星辰缓缓出现，那不是星星，而是更庞大的虫族舰队。全城警报响起，刚刚结束训练的驾驶员奔向机库，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进入避难层，工厂切换为战时生产。秦霜站起身，扣好驾驶服，看来今晚又不能休息。苏婉收起剩下的面包，回来再吃。林燕看着他们，忽然分别吻了一下。这次我会准时回来。3人走向不同的站位，曙光城展开护盾。数千台机甲如银色群星升上天空，广播里林燕的声音传到城市每一个角落，也传向仍被迷雾覆盖的世界。所有单位准备迎敌，我们身后是人类的城市，我们面前不过是下一批能源。炮口点亮，雾海沸腾，而人类文明的反攻才刚刚开始。新虫族舰队没有立即进攻，他们停在大气层外，投下12枚黑色肉球，肉球穿过云层，分别坠向世界各地。距离曙光城最近的一枚落在东方海岸，撞击产生的精神波动让小满昏迷了整整2天。苏婉从他断断续续的梦话中听见一个词：主脑。轨道舰队不是来摧毁地球，而是在护送虫族主脑的分裂体。12枚肉球一旦扎根，就会彼此连接，形成覆盖全球的新意识网络。届时，所有虫群都将拥有统一指挥，旧有的伪造命令和节点斩首战术都会失效。曙光城必须前往东方，在分裂体成熟前摧毁它。启程前，一架涂着红色编号的人类战机穿过进化走廊，几乎撞在城墙上。驾驶员是从海岸基地飞来的年轻军官周启，他带来消息：海水正在变成军毯，深海母巢每天制造数以万计的两栖虫，沿海3座聚集地被迫合并，40万人被困在半岛。我们需要机甲。周启看着城外列队的泰坦，作为交换，海岸基地愿意提供舰船、核燃料和完整卫星站。议事会担心40万人会压垮曙光城，2阶堡垒最多容纳20万。农业系统也刚刚实现平衡。林燕没有承诺接纳所有人，只提出另一个方案：不把他们带进曙光城，我们在海岸再建一座城。文明核心拥有制造子堡垒的能力，但需要一枚王核作为种子。海岸深处恰好有一只深海女王。周琦以为林燕在开玩笑，我们用舰队和导弹打了1个月，连她的本体在哪都没找到。小满刚刚苏醒，抱着枕头站在门口，我能听见她在海底唱歌。苏婉脸色一变，小满能听见女王，女王同样可能通过她锁定曙光城。本音频由魔音工坊 AI 生成。果然，下一刻，全城水管同时涌出黑色海水，水面浮现一张女人的脸，对林燕露出笑容，带着火种来海边。我给你40万具完整的人类尸体。林燕一拳击碎水面，告诉他对小满说，尸体让他自己留着，我们去取他的晶核。前往海岸需要17天，这是迷雾降临以来最长的一段平静。战争堡垒沿废弃高速公路前进，沿途接回散落幸存者。
也留下净化塔和小型补给站。一条由银色灯塔组成的道路逐渐贯穿大陆。秦霜把新一代机甲测试交给副手，难得休息半天，他闯进林燕房间时，苏婉正在替他更换神经接口。我想办婚礼，秦霜说。林燕差点扯断导线。苏婉手很稳，原因城里最近流行给明天留一件事，有人种花，有人学琴。我想过了，万一哪天死了，总不能背上只写机甲工厂负责人。他把2枚用重建甲壳磨成的银黑戒指放在桌上，又看向苏婉，有你的。苏婉沉默很久，法律上无法登记3人婚姻，法律还没写完，你是议事员，可以加一条，不能为自己立法。林燕看着2个女人再次争论，忽然把第3块尚未磨好的甲壳拿起来，那就不登记，我们办自己的。婚礼没有占用公共物资，秦霜穿维修时最干净的工装，苏婉只在白大褂口袋里放了一只农业仓培育的白花。林燕站在城墙上，身后是不断移动的雾海。小满担任见证人，严肃地问他们是否愿意在对方受伤时说实话。秦霜第一个回答愿意。苏婉看向林燕，重点问他。围观的人笑了起来。林燕戴上2人递来的戒指，我会努力。回答不合格。苏婉说，我愿意。3个人交换戒指，没有谁属于谁，也没有许诺永远不变，他们只约定在关系改变以前，共同面对每一次危险。如果有人想离开，也必须当面说清楚。当晚，曙光城第一次举行不为庆祝胜利的宴会，每人多分到1块烤饼。孩子们用废旧零件拼成花灯，广播播放迷雾前的音乐。机甲驾驶员在训练场跳得乱七八糟。林燕坐在2人中间，久违的喝醉了一点。秦霜问他第一次见到他时在想什么，这人脾气很差。苏婉问，第一次见我呢？这个人不怕死。2人同时捏住他的脸。警报偏偏在此时响起，一座补给站失去联系，现场没有虫尸，只有墙上用人血写下的神族文字。贺离被压缩成能源后，仍有一部分意识逃了出去，他正在沿着曙光城留下的进化道路猎杀他们救过的人。林燕带队返回补给站，那里没有尸体，300多名居民整齐站在仓库里，眼睛泛着荧光。他们同时开口，林燕，你把我变成能源，我便把你的人民变成我。贺离无法直接控制战争堡垒，于是寄生在进化塔中，每一个接受神能治疗的人都可能成为他的节点。秦霜举起武器，枪口却无法对准那些熟悉的脸。苏婉发现寄生尚未完成，贺离用同一频率维持所有意识，只要切断主节点，居民就能恢复，但主节点藏在数百人中，任何扫描都会被伪装信号欺骗。小满走进仓库，神族的声音和人不一样，他说，人说话的时候心里还会想别的，他只有一个声音。女孩闭上眼，在数百道意识中寻找绝对整齐的那个。贺离察觉到他，所有被控制的人同时扑来。林燕和机甲队只能防守，不能伤人。秦霜用泡沫封住通道，苏婉连续注射镇静剂。人群中，一个老妇人却始终站在原地。她是补给站的厨师，平时连神经接口都不敢使用。小满指向她，在那里。老妇人的身体裂开，银色机械触须从胸腔伸出。贺离早已放弃神族高贵的外形，把自己藏进一具最不起眼的尸体。林燕一刀斩断触须，却没有找到核心。贺离顺着光刃侵入曙光装甲。你不能摧毁我！他在林燕体内狂笑。你使用的每一份神族力量都是我的一部分。林燕关闭文明核心，主动解除装甲。失去机甲后，他只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普通人。贺离也被迫凝聚成一团银色液体，试图爬回进化塔。秦霜把一只维修扳手扔给林燕。机器都一样，他说，先听他为什么响，再决定敲哪里。林燕用扳手砸碎核心。没有神能，没有光刃，曾经统治无数文明的神族执政官，最后死在一件人类制造的普通工具下。被控制的居民陆续醒来，老妇人已经死亡。苏婉替他合上眼睛。林燕重新穿上装甲，却删除了所有远程寄生能力。进化塔从此只能处理空气和水，不再与居民意识连接，这样会让系统效率下降 30%。但曙光城不需要一个效率完美的神，它需要不会吃人的机器。曙光城抵达海岸时，所有人都闻到了腐烂味。昔日蓝色海面覆盖着厚重军毯，无数孵化囊随潮汐起伏，废弃舰船被血肉包裹，变成会呼吸的巢穴。海岸基地只剩最后3道防线，40万人挤在半岛上，每天都有人因饥饿和感染死亡。林燕没有让曙光城靠岸。深海女王能控制海水中的微型寄生体，一旦进入循环系统，整座城都会感染。她让堡垒停在20公里外，以运输机建立空中走廊，优先撤离儿童和重伤者。基地指挥官却拒绝最后撤离。40万人不可能全部进城，留下谁，谁就会死。所以我们不撤走全部人。林燕展开子堡垒蓝图，守住48小时，在这里造一座新城。工程队在半岛中心埋下文明核心的复制种子，
它没有独立意识，也不能进化，只能按照公开程序运行。要让种子生长，必须取得深海女王的王核。秦霜负责守城，苏婉负责防疫，林燕和小满进入海底。曙光装甲切换深海形态，推进器在黑色海水中留下银色尾迹。越往下，军毯越厚，沉默的城市倒悬在海沟边缘，楼宇之间游动着鲸鱼大小的虫族。小满待在特制前航舱内，通过意识指引方向。他忽然问女王说：“你带我来是为了把我喂给他，你信吗？”不信，但他说你总有一天会需要牺牲一个人救一座城。林燕沉默，这是无法用一句保证解决的问题。他只能说：“如果真有那一天，我会先问你，你的命属于你。”海沟深处亮起成千上万只眼睛，深海女王的身体和海床连为一体，仅一只眼睛就比泰坦更大。她没有攻击，而是向小满伸出柔软触须：“孩子，回到母亲这里。”小满隔着舱壁摇头：“你不是我妈妈。”女王的触须骤然变成骨毛。海底战争爆发，第一根骨毛贯穿前航舱。林燕将小满推出攻击范围，自己被钉在海沟岩壁上，深海压力挤入破损装甲，胸腔像被巨手攥紧。女王没有急着杀他，无数细小寄生虫眼骨毛钻入伤口，试图控制神经。林燕启动神能焚化，连同自己的血肉一起灼烧。你保护他，是因为他有用。女王的声音覆盖海水，所有统治者都一样。林燕拔出骨毛，至少我允许他拒绝。小满打开原始命令，海沟中低阶虫族短暂失控。林燕趁机潜入女王巨大躯体，这里像一座由血肉构成的城市，血管是街道，神经树是桥梁，沿途还有被吞噬的人类记忆不断求救。女王把死者意识保存下来，用他们的声音干扰入侵者。林燕听见姐姐呼唤自己的名字，3年前山火中失踪的姐姐，可能早在迷雾降临前就被虫族带走。幻象中的她站在神经海中央，说自己一直活着，只要林燕放下武器，两人便能重逢。林燕停住脚步：“小燕，我很冷。”那是姐姐最后一通电话里说过的话，从未告诉过任何人。女王真的拥有她的记忆。林燕伸出手，随后把光刃刺进幻象胸口。对不起。姐姐的脸化为虫族口气。女王尖叫，隐藏的神经核心暴露。林燕没有摧毁全部记忆，而是让小满建立通道，把仍保持自我的意识上传到曙光城存储区。海岸地面，秦霜正在经历最漫长的48小时。两栖虫从四面登陆，基地弹药在第13小时耗尽。他拆掉舰船进防炮装在城墙，拆掉最后一架运输机为机甲提供能源。第26小时，东墙失守，他带领泰坦进站封堵缺口。苏婉发现寄生感染已经进入水源，他命令封闭医疗区，把自己和300名感染者关在一起。心血清尚未完成，他便给自己注射第1剂实验样本。高烧让他几乎无法站立，仍通过广播指导其他医生。第47小时，紫堡垒种子只差王核。秦霜的泰坦跪在虫尸堆中，海岸最后一道防线已经能看见后方人群。就在两栖虫发起冲锋时，黑色海面突然隆起，深海女王冲出海水，庞大躯体遮住天空。林燕站在她破裂的头颅上，双手抱着一枚蓝金色王核。她从数百米高处跃下，把王核按入文明种子。第48小时整，第2座战争堡垒开始生长。海岸堡垒以废弃舰队为骨架，形成一座漂浮海上的银色城市。它被命名为临海城，能够净化海水，制造舰载机甲，容纳50万人。深海女王死亡后，覆盖近海的军毯失去活性，真正的海水第一次从黑色裂缝中显露。城墙上的人看见蓝色时，欢呼持续了整整1个小时。苏婉的血清成功了。他醒来后第一件事是要求查验林燕的伤口，第2件事才是允许她拥抱。秦霜靠在病床另一侧，浑身缠满绷带。我守了48小时，你抱他比较久，你肋骨没长好。苏婉说，这和拥抱有什么关系？林燕一手抱住一个，终于让两人暂时停止争论。小满把从女王体内救出的意识存放在独立服务器，大部分意识已经破碎，只有少数还能说出姓名，其中真的有林燕的姐姐林瑶。她无法回到肉体，只能通过屏幕出现。林燕坐在空房间里，和她谈了1个晚上。林瑶告诉她，虫族在3年前就已经潜入地球，她参加山地救援时发现孵化巢，被虫族捕获。全球迷雾不是降临的开始，而是潜伏结束的标志。更重要的是，12枚主脑分裂体并非彼此平等，东方这一枚只是诱饵，真正的核心落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废弃空间站。只要核心存在，地面的分裂体就能不断重生。天亮前，林瑶的意识开始消散。别把我留下，她说，那样只是在制造另一种坟墓。林燕尊重她的选择，关闭维生程序。屏幕熄灭前，姐姐最后一次笑着叫她小燕。秦霜和苏婉一直等在门外，没有劝她坚强。3个人坐在海边，直到太阳从净化后的云层中升起。林燕把姐姐的名字刻上临海城纪念碑，随后她召集双城指挥官。
地面的虫子永远杀不完。他说：“我们要去太空，把主脑真正的核心带下来。二阶曙光城没有星舰，却能制造泰坦。”秦霜提出一个疯狂方案，让12台泰坦在高空组合成临时空天舰，以虫族舰体作为跃迁引擎，成功率只有 35%， 失败则会在大气层中解体。以前曙光说 4%， 你也去了。他对林燕说 35% 已经像度假。苏婉坚持同行，同步轨道存在未知病源，战斗人员需要现场医疗。秦霜当然也不会把自己设计的飞船交给别人。小满被留在曙光城，他没有抗议，只把布娃娃交给林燕，替我带他看看星星。临行前，双城所有灯光同时点亮，18万与40万幸存者仰望天空，看12台泰坦在推进器轰鸣中升空。组合开始，机械臂彼此锁定，护盾叠加成梭形外壳。进入平流层后，神能弹射装置启动，巨大的过载把所有人压进座椅。林燕眼前短暂变黑，再次睁眼时，蓝色地球悬在身后，迷雾像一层苍白伤疤覆盖大陆，但进化走廊和2座战争堡垒发出的荧光清晰可见，那是人类在黑暗中重新点亮的2盏灯。废弃空间站已经变成虫巢，他用太阳能板捕获能量，孵化出半机械虫族。林燕小队刚刚靠近，数千只真空猎杀虫便从阴影中涌出。太空没有声音，爆炸、碰撞与死亡都在寂静中发生。秦霜操纵空天舰旋转，以外层装甲碾碎虫群。苏婉发现猎杀虫体内保存氧气，立刻让回收系统抽取，延长作战时间。林燕穿着曙光装甲离舰，独自飞向空间站。主脑没有阻拦，他打开舱门，像在欢迎一个等候已久的客人。空间站中央，一颗直径100米的大脑漂浮在无重力中，无数人类和虫族的神经连接在表面，形成一张不断蠕动的脸。林燕，主脑说：“我们终于可以谈谈和平。”主脑提出的条件极其优厚，虫族将撤出亚洲，把2座战争堡垒和所有幸存者留给林燕。作为交换，人类承认其他大陆为虫族领地，不再营救那里的人。你已经救不了所有人。主脑展示全球画面，每一天都有10万人死亡。接受划分，至少你拥有的城市能够延续。他甚至愿意提供虫族基因技术，让苏婉解决所有疾病，让秦霜的机甲获得无限再生，让小满成为永远不会长大的神族生命。为什么找我谈？林燕问。因为我们正在输。主脑没有掩饰，虫族适合吞噬个体，却无法理解人类共同体协议。每当他们摧毁一个据点，幸存者就像移动城市聚集；每当他们针对一种机甲进化，人类便让不同城市生产完全不同的武器。虫族的统一效率开始输给人类的混乱创造力。所以你需要时间，林燕说。和平本来就是双方休息，但你拿别人的命支付价格。林燕启动光刃，主脑早已封锁空间，亿万精神噪音压进他的意识。他没有制造幻想，而是让林燕同时感受全球每一个正在死亡的人。哭喊、饥饿、绝望，像无数刀刃切割灵魂。你拒绝和平，他们都会因你而死。林燕跪在地上，几乎握不住刀。苏婉通过连接感受到同样痛苦，却仍冷静分辨信号。这些死亡已经发生，他只是把责任伪装成你的选择。秦霜驾驶空天舰撞破空间站外壳，谈判结束。他要和平，让他先把金河交出来。主脑调动整座空间站，机械结构和血肉融合，变成一只环绕地球的巨型虫。他要坠向地面，用自身制造第2次全球迷雾。林燕冲向核心，却发现主脑没有单独晶核，12枚地面分裂体都是他的一部分，只摧毁空间站毫无意义。唯一办法是让全球分裂体在同一时间死亡，这需要全世界仍然活着的人共同作战。曙光城向全球发送主脑坐标和攻击时间，没有人知道还有多少据点能回应，有人只有几支步枪，有人躲在地铁里连天空都看不见。12枚分裂体分别被王级虫群保护，任何单独据点都几乎不可能成功。第1条回应来自北方冰原，极昼基地收到，我们还有2枚核弹。第2条来自南美雨林，圣湖聚集地收到，我们能让分裂体暴露3秒。第3条来自一艘漂流海上的潜艇，坐标已锁定，剩余导弹全部交给你们。越来越多声音汇入频道，不同语言，不同口音，有老人，也有孩子，他们不知道彼此姓名，却在同一张地图上标出了自己的目标。小满承担最危险的任务，他要借神族残核把12枚分裂体拉入统一频率，让所有攻击能够真正传到主脑。准备好了吗？林燕问。准备好了。女孩坐在曙光城最高处，怀里少了那只布娃娃，却没有害怕。你能把星星带回来吗？林燕把娃娃系在胸甲上。会。倒计时开始。60秒。全球幸存者同时走出掩体，极地导弹井打开，雨林中的古老水坝开始泄洪，沙漠基地把整座太阳能厂过载成炸弹。30秒。空间站主脑加速坠落，外壳与大气摩擦，整个天空出现燃烧的环。10秒。
小满发出原始命令，12枚分裂体同时睁眼。9、8、7，各地炮火穿过迷雾。6、5，两枚分裂体提前闭合，那里没有足够强的武器。灵焰把空天剑剩余能源分成2束，经轨道反射射向地面。4、秦霜手动调整角度，双手被过在电流灼伤。3、苏婉维持小满意识，自己的神经也开始出血。2、12枚分裂体全部暴露。现在，世界各地升起12道火光。主脑第一次发出恐惧，他试图切断分裂意识，却被小满牢牢锁住。灵焰穿过燃烧的空间站，把光刃刺入那颗巨大脑组织。来自全球的攻击沿精神网络同时抵达，主脑在一瞬间承受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反击。主脑爆炸时，空间站已经进入大气层。秦霜启动空天剑全部推进器，试图把残骸推向无人海域。舰体在高温中逐层解体，12台泰坦只剩最后3台，推进力不够。他说。灵焰看向曙光装甲，文明核心可以过载，代价是彻底烧毁。没有它，他将失去所有进化能力，战争堡垒也无法再以它为最高节点。他没有犹豫，解除绑定，把核心送进推进器。曙光第一次像真正的伙伴那样询问：“宿主确认？”确认。银白装甲从灵焰身上剥离，化作一颗耀眼流星融入舰尾，推进力骤然增加。空间站残骸改变轨道，擦过海岸上空，最终坠入太平洋深处。灵焰只穿着普通宇航服坠向地球。秦霜驾驶最后一台泰坦追上他。苏婉打开舱门把人拽入，3个人挤在狭小驾驶舱里，身后是燃烧的天空。机甲没了，秦霜说，还能造，你的最高权限也没了，本来就不该永远属于一个人。苏婉检查他的身体，确认只剩普通人类生命体征，他像是松了口气，又像有些心疼。以后再一个人冲进虫群，你会真的死。灵焰握住2人的手，那就别让我一个人去。泰坦穿过云层，地面上所有人活着的人都看见了变化。持续数月的白雾失去主脑维持，开始从天空降落。阳光穿过越来越薄的云层，照亮废墟、虫尸和一座座残破据点。虫族没有全部死亡，失去统一指挥后，他们仍是可怕的野兽。地下也还有未被发现的母巢，但全球迷雾正在消散。曙光城和临海城派出所有运输机，沿着信标建立救援航线。人类不用再等待一座城市走到面前，而是开始主动连接每一处幸存地。灵焰返回曙光城时，没有机甲，也没有光翼，城门外却站满了人。没有人跪拜，他们只是为一个终于可以卸下装甲的普通人鼓掌。小满冲出人群，接过布娃娃，叔叔，你把星星带回来了吗？灵焰蹲下，把一块从空间站取下的透明晶体放在他掌心，阳光穿过晶体，在地上折射出细碎星点。带回来了。1年后，战争堡垒不再属于统帅个人，每座城市都由居民选举管理，文明核心只负责计算和生产，任何涉及意识的权限都被永久删除。秦霜主持建造了第一艘真正的人类空天舰，苏婉建立全球重读防治网络，小满进入学校，第一次为数学考试不及格而发愁。灵焰没有退休，他换上一套普通量产机甲，成为全球搜索队的一名队长。有人问他，失去最强机甲是否后悔？他看向身后，秦霜正在为新舰举行点火测试，苏婉站在医疗中心门口等他回家。更远处，1阶、2阶战争堡垒沿进化道路往来，一座座城市像移动的群星。以前只有我能进入迷雾，灵焰说，现在每个人都可以。夕阳落在重新变蓝的海面上，城市广播响起新的求救信号。灵焰戴上头盔，带领搜索队登上运输机。舱门关闭前，他看见2个妻子同时发来消息：秦霜，别把新机甲弄坏；苏婉，别把自己弄坏。灵焰笑着回复：遵命。运输机升向晴朗天空，地面仍有虫巢，星空也可能还有敌人，但属于人类的城市已经站了起来，会行走，会制造，会战斗，也会在每一个夜晚为尚未归来的人留一盏灯。这一次，没有神替他们决定未来，未来属于每一个活下来并愿意继续向前的人。迷雾散去后的第2个月，秦霜在机甲工厂收到一件包裹，包裹来自最早的体育馆聚集地，里面是一块烧黑的膝关节轴承，那是他驾驶的第1台守卫机甲留下的零件。寄信人是当初被他救下的训练队员，他在信里说，旧体育馆正在改建成纪念馆，希望秦霜能为那台机甲写一段介绍。秦霜对着空白纸做了很久，他能写出每个零件的规格，能解释为什么初代机膝关节慢 0.3 秒，却不知道该怎么描述那些日子。那时他并不勇敢。迷雾降临的第1天，他躲在矿山维修井里，听着同事在外面被虫族拖走。他因为害怕没有开门，后来独自沿铁路走了2天，才抵达体育馆。他参加驾驶测试，不是为了拯救人类，只因为机甲驾驶舱是当时最安全的地方。第1站遇到剥甲者，他没有求援，也不是因为想成为军人，
通讯器在袭击中损坏，他根本发不出信号。后来面对林燕，他只是不愿承认自己曾经害怕。所有人都把幸存者想得太坚强。秦霜最终只写下一句话：他不是英雄驾驶过的第一台机甲，而是一台把普通人带回家的机器。林燕来工厂接他时，发现他正在拆一台新型泰坦，又有设计缺陷。没有，秦霜把烧黑轴承装进泰坦胸口，给他加点旧东西。会影响性能吗？不会，只是提醒驾驶员，机器坏了还能修，人死了修不了。林燕帮他合上装甲板，两人忙到深夜。苏婉发来消息，要求他们立刻回家吃饭。秦霜把扳手扔给林燕，最后4克螺栓，你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今天不想当工厂负责人。他从背后抱住林燕，把额头贴在她肩上，只想当一会儿你老婆。林燕放下扳手，转身抱住他。庞大的机库里，新生泰坦静静俯视两人。他胸口那眉不起眼的旧轴承不会为他提供任何力量，却保存着人类机甲军团最初的记忆。第二天，泰坦完成试飞。秦霜在驾驶记录的第一行写道：膝关节反馈正常，驾驶员有家可回。苏婉被强制休假，是医疗中心全体医生联名决定的。他连续工作26天，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，还坚持认为自己状态良好。最终，副院长拿出他亲手制定的工作条例，其中明确写着严重疲劳者必须离岗。苏婉无法反驳自己的规定。休假第1小时，他检查家里的药箱；第2小时，他整理林燕过去半年的伤情报告；第3小时，他远程修改了2份研究方案，被副院长当场切断权限。林燕看不下去，拉着他去了农业仓。阳光模拟器照在麦田上，空气里没有消毒水和重组组织的味道。苏婉走了10分钟，问：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？休息。具体流程呢？没有流程，这让他比面对王虫更不安。两人在田埂坐下，远处有孩子追逐农业机器人，一名老人用重组甲壳改成的小提琴演奏旧时代歌曲。苏婉忽然说起迷雾降临前的事情，他原本准备离开研究中心，去另一座城市工作。全球起雾那天是他最后一个值班日，如果早一天离开，他或许不会遇到林燕，也可能死在高速公路上。你相信命运吗？他问。以前不信，现在呢？现在觉得命运大概就是发生过以后人给巧合起的名字。苏婉靠在他肩上，很没有浪漫感。秦霜也这么说，和我在一起时不准提另一个妻子。林燕愣住，协议里没有这一条，现在增加。他很少表现出占有欲，以至于林燕忍不住笑了。苏婉抬手捏住他的下巴，吻了很久，直到农业机器人从旁边经过，礼貌提醒公共区域注意影响。傍晚，两人带回一袋刚磨好的面粉。秦霜已经在厨房制造了一场小型灾难，锅里某种黑色物质正在冒烟。苏婉关闭炉火，打开窗户，第一次没有责备，只挽起袖子重新做饭。3个人吃完晚餐，没有开会，没有讨论重组，也没有查看任何战报。睡前，苏婉在个人健康记录里写道：休息日效果良好，建议按周期重复。想了想，他又增加一句：最好与家人共同执行。全球迷雾消散3年后，最后一座已知大型母巢被摧毁。战争堡垒发展到57座，它们不再只是军事要塞，有的专门种植粮食，有的在海上航行，有的保存旧世界的书籍与艺术。城市之间铺设轨道，夜晚从高空看去，灯光像重新连接的神经。林燕40岁生日那天仍在执行搜索任务。一支科考队在北方冰原失联，暴风雪摧毁通信，量产机甲无法抵御极端低温。他带队徒步进入裂谷，他们在冰下发现的不是虫巢，而是一艘神族飞船。飞船里没有活着的神族，只有一份跨越1万年的航行记录。神族文明并非全部赞同吞噬意识，曾有一群反抗者试图释放虫族，终止循环，却在抵达地球前被鹤离消灭。曙光机甲很可能是反抗者留下的最后一枚火种。林燕看完记录，没有替神族平反，也没有把他们全部定义为恶。他命人封存飞船，将资料公开交给所有城市研究。返程途中，年轻队员问林队：如果当初曙光没有选中你，人类会怎么样？可能会有别的人找到他。如果谁都没有找到呢？林燕看着风雪，那就用枪，用火，用石头，人总会想办法。运输机降落时已是深夜，曙光城早已不再需要机械族移动，它成为全球联合议会所在地。旧城墙被保留下来，城门口那盏灯仍然每晚点亮。秦霜在机库等他，岁月没有磨平他的脾气，只在眉眼留下细纹。他检查完机甲，确定没有严重损伤，才把生日礼物扔过来。那是一套无动力外骨骼，普通人用的。林燕问：你现在就是普通人，别总想着跟年轻人比。苏婉从医疗中心赶来，听见这句话表示赞同。他已经是全球医学委员会负责人，仍然亲自保管林燕的全部伤情记录。小满也回来了，她长成了年轻姑娘，在神经科学研究院工作。
残缺神族核心没有让他永生，他和普通人一样长大，也会衰老。4个人在旧城墙上切开生日蛋糕。城外没有迷雾，只有沿轨道驶向远方的列车。更远处，一艘人类空天舰正在升空。它不是为了逃亡，也不是为了战争，而是要前往月球建立第一座地外研究站。小满问：为什么这盏灯还不关？现在已经没人会在雾里迷路了。秦霜说：浪费能源。苏婉说：可以作为历史设施保留。林燕看着灯下不断经过的人，曾经这盏灯为找不到城市的幸存者而亮，后来它为外出作战的驾驶员而亮。如今世界恢复秩序，人们依然需要知道，无论走多远，总有一个地方愿意等他回来。开着吧，他说。夜色中，更多城市依次点亮同样的灯，灯光越过山脉、海洋和曾经被迷雾覆盖的废墟，最终与天边升空的星舰连成一线。那是人类留给过去的回答，也是送给未来的信号。我们曾经弱小，曾经恐惧，曾在灾难里争吵、犯错和失去彼此，但我们没有变成神，也没有成为虫群。我们仍然是人，会为死者记住名字，会为陌生人打开城门，会为尚未归来的人留灯。只要灯还亮着，文明就没有结束。